的世界烟花即将首播，杨洋、贾诗凯、Nakai 做错了什么？关于我的人间烟花的舆论仍在沸腾。7月20日，该片出品方之一乐凯影视总裁贾诗凯发博回应男女主角使用汽车灭火器开玩笑的情节，表示灭火器剧情中使用的是宋妍自掏腰包购买的私人物品，而不是挪用公共消防设施，并为情节的不准确之处道歉。但显然，贾诗凯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灭火器无论是否属于公共物品，都不适合在这样的情节中使用。这里的网友当然不买账，评论区充斥着为什么删孟宴臣的精彩片段。随着当今形势的发展，我的人间烟火已经从 X 医生消防员的平庸爱情故事，演变成了普通观众斗智斗勇的内娱场景，对抗国内娱乐货币。第二部作品的内容则让该剧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魏大勋凭借孟宴臣这个角色数据暴涨，据业内人士反馈，目前的热度堪比顶级热度。第三方数据显示，7月第2周累计关注度超越肖战。他从火中来与黄景瑜参演的题材相同，电影尚未拍完，角色已经很受欢迎。你比星光还美丽改编自作者的小说，同一作者，主演是徐凯。第二个创意视频，我跟前2个走了整整1个星期，现在大主们已经开始针对同样扮演张起灵的肖玉良赶紧制作安利视频了。剧情进行到一半，赚油钱的主线人物不断逐步发展，剧情联动方面都挺好的。苏明玉、长月于禁的叶秉商、下一站是幸福的蔡敏敏都出现在宏大的剧情配对团队中。舆论一直发酵到现在，无论已宣判的电视剧稿件如何不断传播，同一个话题的热搜如何，艺人和制片人如何反应，毫无疑问的只有这一点。目前还有近一半的剧集未播，讨论仍在继续。我们挑选了一些网友讨论较多的问题，找到了一群与平台关系密切的艺术家、营销人员和人士，与他们进行了交谈。从 CP 避嫌猛烈扑火到失控，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我是这个项目的 PM， 现在最重要解决的不是主演杨洋的口碑，而是公众对项目中消防知识错误部分的舆论。剧本接近平台的笑笑表示，大家都知道，职场场景涉及偶像剧，无论是医生、金融达人还是消防行业，大多是近2年的热门。这些内容仅用于显示值和背景功能，只要不是严重错误，这种剧类型的观众不会对这部分内容抱有太多的期待。也就是说，我们只是讲致敬，而不是普及教育和科学，据说可以镀金。然而，我的世界烟花却陷入了舆论无法扑灭的恐慌之中。为了转移观众注意力，将广告重点转移到了专业内容上，反而给项目增加了宣传风险。演技不好也无所谓，演员都处于休眠状态，演出结束后混乱就消失了。但内容很专业，是对项目的认可，被行业官员认可为一个错误，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笑着说，坦白说，国产剧别说偶像剧，职业剧的行业细节都经不起太多细节的推敲。事实上，如果按照往常的偶像电影，我的人间烟花会跟着主 CP 致敬消防员，配角则有助于话题升温。只要剧情不崩盘，这将是杨洋又一成绩和人气数据顶尖的代表作。不过，不知道我的人间烟火是否是出于男女主角绯闻的考虑，在首映期间就以兄弟情为主，派出了不喜欢的杨洋和张彬彬，角色很多，要打扫大楼，这直接让舆论对消防行业有利。这里主角避嫌，主角 CP 受不了，观众却被配角吸引。维谷科线2代视频在 B 频道播放量已突破100万，并在各平台迅速发酵，热度持续增长。微博页面超级聊天孟旭10分1天互动量突破30万，直接冲上衍生品榜 CP 第1。至此，粉丝控评已经无法抑制真人号的 CP 热情了。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观众们在热搜上看到了各种保护主 CP 的话题，比如不幸的宋妍爱上了许沁，杨版孟宴臣以及续集宋妍演给了孟宴臣10年的机会等。但这些主题非但没有添加预期的信息来完成男主的缺陷，反而直接将观众的注意力拉回正题。董董的演技并不好，围绕杨洋演技的讨论也有所增加。
在剧团工作多年的渣渣表示，这种反弹的情况甚至不是杨洋自己的问题，而是他们演员的问题，跟不上自己的职业。另外，导演李牧歌下台，大赞男主魅力，原著作者终于让观众怒服，观众网友彻底火了，纷纷抓拍导演微博评论，挖坑九月溪涉嫌抄袭。之后，原著者被网友发现，锁帖一晚，锁定了有关男主最受争议的章节，将精彩推向高潮。网络上流传着各种荒唐的笑话，网友们纷纷开火攻击九月溪的抄袭指控。随后，涉嫌抄袭内容，我只是害怕我爱你，作者陈乔南发博并附上调色板，表示两篇文章确实相似。九月溪随后连夜修改了原作的原文，原作如虎捕食，差点因为抄袭被钉在柱子上。此次事件之前，九月溪的多部作品都涉嫌抄袭，最经典的就是电影《青春》中的原著小说《原来你如此美丽》，其中大量场景和脉络涉嫌抄袭。归无的作品口碑的衰落并不是小说。电影播音员现在在做什么？注：该片最大制作公司为粤凯影视，杨洋总部为粤凯影视并持股。他们紧急开始组织全体演员扫楼，引领 CP 事业，但在孟宴臣的高调攻击中，被抓走的王楚然和魏大勋被王彦霖分开，还被关在门前，抬观众绞刑。魏大勋彻底突破。截至目前，距离《我的人间烟花》上映还不到10天，这里的观众正在为孟宴臣上台。浴血 B 站的100万观看片段刚刚被剪掉了不到10分钟的镜头，剧组怀疑这个角色的高光镜头被删掉了，而男主角他直播的时候提到了这一部分。于是依然喜爱这个角色和演员的网友们愤怒了，立即转为不满，感叹自己为演员努力了，减肥了，戏份却被砍了。山剧咖啡的词条再次深入剧集主题，直指内容创作，制片人傲慢，流量长的艺人利用粉丝运气欺负普通观众。时至今日，魏大勋和他饰演的孟宴臣一角，在近期德塔文发布的《我的人间烟花》的公开讨论中仍然被拒绝。这个舆论热词确实让人难以理解。舆论如此失控，问题出在哪里？我还能做什么？对于孟宴臣让魏大勋爆炸，我们都挺惊讶的。对于营销工作，曾为多个知名项目做过营销的小一表示，由于之前某部电视剧影响较大，小一团队营销部在上市前会进行3轮以上的内部观影计划。第一次看懂剧情，第二次、第三次细拉明白了重点，大家罗列讨论，可能有意见、有错误，甚至有愚蠢的地方。播出前绝对要准备好所有的舆论、时间和空间，进行规划或修改。据多位资深项目营销人员反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节目营销和广告公司也会实时监测观众的身体感受，并对不同平台上的不同角色进行评论，以观察观众对作品的感受，不同时期及时做出战略调整。简而言之，当电视剧受到舆论热捧时，常见的应对措施可能包括：首先是找官方媒体背书，也就是业内所说的上海采访，口碑相传。就在这一段，人民娱乐的评论冲上热搜，却被潮州消防局打脸，玩灭火器是不对的。二是利用各种营销账号来填补缺失的剧情细节，挽回口碑，我们常形容为噱头。最后，对主要创作者进行一次激烈的采访，以回应对争议话题的不同反应或转移观众的注意力。我的人间烟花这一部分其实上周就已经完成了，但显然效果微乎其微。以目前这个节目的情况，已经没有任何正常宣传活动的空间了。从数据监测来看，相关话题方现在半分钟就刷新了99家。我只能说，如果我是艺人的话，我正在领先，我只是默默祈祷这件事快点结束。也有营销人员认为，其中缺乏舆论监控，或者在执行过程中没有考虑到艺人的话语权等诸多因素，也会影响到下游播出的最终结果。并出口，我们只是主持人，粉丝们经常说我们什么都没做，通常情况下我们的行为可能会被屏蔽。虽然双方都说得很夸张，但大家都知道，我的人间烟火走向的根本原因在于剧情和演员演技的错误。同时，
这2点也是导致主配角与当前舆论脉络失衡的主要原因。曾管理过多个 S+ 项目营销的阿乔直言，如果我的人间烟火本身，如果后续剧情逻辑错误不是很大，那么即使演员演技不好，也还是可以做出来的。它的一部分与现在不同。艺人方面，有过处理很多负面艺人目标的经验的小易对我的人间烟花舆论无节制发酵表示怀疑，为什么舆论油腻了，杨洋就可以这样发酵？老艺术家 Twinmai 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现在的舆论对杨洋的伤害很大，他以前作品中的印象可以用这种不幸的形象来代替，甚至会影响市场对剧中人物的反应。未来，但当被问及这个舆论会对杨洋日后的事业产生什么影响时，